谈起目前美国对待中国的策略，很多人都会倒吸一口凉气。可以说，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崛起步伐，无所不用其极。而很多时候，结果都表明美国做法适得其反，不仅没有阻挡中国崛起步伐，反而加速了自己的衰落进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跟美国错误的对华战略分不开。目前针对愈演愈烈的中美对抗，美国五角大楼负责国防政策的卡尔博士表示，应该正确应对中国的挑战，而这一做法也被认为是当前美国国防部的首要任务。区别于美国现如今国内的主流战略，卡尔并不认同美国将中国的崛起比作是对美国步步紧逼的威胁，而是认为现如今的中国是唯一一个能够在全方位对美构成系统性挑战的国家。中美同为世界性的大国，竞争不可避免。卡尔也并没有否认这一点，毕竟中美激烈竞争是大国崛起的历史必然。但是这样的竞争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一定会爆发一场冲突。卡尔认为，应对现在的中国，美国需要制定一个全面的政策，包括短期和长期的。言外之意，对现在美国针对中国过激的战略，卡尔并不表示认同。事实上，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已经走向了畸形。从经济上来说，美国对华采取了贸易战，他们自信满满地认为贸易战是好事儿，很容易取胜，但是结果却让美国成为了这场贸易战中最大的输家。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当前，美国偏要逆历史潮流的做法必定是失败的。与此同时，在军事上，美国表现出来的愚蠢就更加明显。美国当前的挑衅姿态就如同一直在高声呐喊对华战争一样，而这种偏执的做法如果继续走下去，必定也会让美国尝到苦果。美国军事专家认为，即使美国在印太保有一定数量的军事存在，美国也必须抛弃掉与中国开战可以获胜的想法。事实证明，现在的解放军已经今非昔比，如果美国一旦选择开战，后果将是其无法承受的。可以说，以上这些都很好地证明了美国当前对华战略的错误，同时也说明了卡尔提议的正确性。但是遗憾的是，美国人似乎是主动掐灭了对华胜利的最后一点火花。对于这一提议，甚至是卡尔个人来说，美国共和党没有一个人投下赞成票。分析人士指出，这一态度也直接影响接下来的对华策略。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发展都讲究的是稳中求进，但是有一件事中国不能慢慢来，那就是祖国的统一大业。至于为何不能久拖，跟当前的形势有很大的关系。日前，豪言2枚导弹炸三峡大坝的对岸专家苏子云又爆出惊人言论，称对岸一个营就能抵挡解放军一个旅。初看这一言论，我们会觉得荒诞至极。按照目前军力对比来看，这简直就是个天大的笑话。但是如果往深处思考的话，这一夸张言论背后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并不好笑。我们知道，之所以对岸会放出这样的狠话，很大程度上是吃了美国给的定心丸，提醒美国其对待中国崛起的态度十分明显，也就是一直遏制、遏制、遏制。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全球霸权最大的威胁，因此基于这种想法之上，中美对抗变得不可避免。可以说，美国一天不摒弃这种想法，中美就会持续对抗下去。而近来美国在挑衅中国这件事上更加变本加厉，尤其是在事关中国主权的问题上，这一点美国也十分清楚，只要在红线问题上做文章，就能够最大程度的遏制中国。可以说，最近一段时间，美国踩上红线的频次已经呈现了波峰式的状态。最新消息显示，美国2架 KC-135加油机出现在台海西南海域上空，与此同时，解放军的军机也一同出现在此处。而美军这样举动背后的祸心也很明显，就是挑动地区局势，阻止中国的统一进程，对岸在这中的重要性就被体现了出来。一方面，这是中国突破美国岛链封锁战略的关键。我们知道，当今世界制海权被提升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中国未来面临的威胁也主要来自海上，因此加强中国近海防御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另一方面，岛屿在这样的海战中向来有海上不沉的航空母舰支撑，可见其在军事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况且有了面向太平洋的沿岸线以后，就弥补了中国近海海域深度较浅的劣势，更加有利于潜艇的隐藏。显然，这些在中国看来势在必得的优势，就成了美国的眼中钉。从目前的局势来看，美国在中国红线问题上的坏心已经昭然若揭，甚至不惜与中国一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统一大业就绝对拖不得，拖得越久，中国面临的麻烦就越多。据美国军事网站引擎在最新的消息显示，美国海军官方网站公告，关于电磁轨道炮项目的研究将于2021财年报表完结。
在2022财年将不会继续申请额外费用。此前进行的所有技术和资料将会被保存下来。至于电磁轨道炮的相关研发工作，在合适时机将会进行重新调整。需要注意的是，早在2005年前后，美军就着手进行电磁轨道炮的研究，最开始投入了近1000万美元的研发支持，随后又在此基础上新增了2000万美元费用，但是对于舰上安装测试工作却迟迟没有新进展，而如今却罕见的全面暂停相关研发工作，并准备进行研发项目的调整，这显然是研发工作出现了某些重大意外导致的。而与此同时，在近几年，随着中国电磁炮技术研发进度反超美国，这是在2019年的渤海湾，我军驱逐舰的舰炮改装成电磁炮进行首次试射，更是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将电磁轨道炮技术应用到实际战场环境上的国家。有观察人士指出，在2021年的4月15号，我国国家安全宣传日上，官媒就曾透露，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旗下第713研究所的高级军工专家张建革被外国势力攻陷，向国外情报机构出卖我国的军事情报和装备研发数据。事成之后，妄图通过航空方式逃离中国，但被我国安全人员成功抓捕。而此人又恰恰是一名参与我军电磁轨道炮技术研发的项目人员，因此外界一直怀疑我国舰载电磁轨道炮技术的研发数据很可能已经被泄露。美媒的报道中提到了这么一句话：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中国此次海上试射电磁轨道炮的炮弹速度达到了5倍音速，这足够让中国海军从数百公里外进行打击，而且成本远低于导弹。如果没有相关数据情报，美国机构是如何清楚地知道当时我国试射中的炮弹射速呢？而这一次美军突然调整电磁炮研究，是否就是因为通过内鬼获得了我国相关项目研发的机密文件？还没有相关证据可以直接证明，但是以美国一贯无底线无原则的行为方式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而我国无数研发人员耗费无数精力和汗水所完成的工作，就这么简单的流向国外，也是一件十分让人痛心的事情。近年来，美国出于霸权主义的野心，对一些发展中的国家不断进行干扰。面对发展迅速的中国和俄罗斯，美国政府更是坐不住了，担心失去国际上的引导地位，频频做出一些小动作来故意干扰两国的发展。美国如今在国际上横行霸道，不仅仅是因为有高科技武器和发达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美元在全球范围的应用。美元作为全球通用的货币，在国际上被广泛的流通持有，世界贸易中近80%的流通资金都是以美元结算。不过正所谓没有盛开的鲜花不会凋零，俄罗斯政府近日出现了去美元化的想法，而出于利益驱使，德国、法国以及欧盟国家也有可能相继跟排，这无疑是给了美国一次重击。如果去美元化的想法在国际上盛行，美国必将失去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这其实也是送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6月3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对俄罗斯实施针对性经济制裁，莫斯科政府将考虑放弃美元结算原油合约。随着俄美关系日益紧张的趋势，俄罗斯财政资金将对美元资产清仓，并且将持续增加人民币、欧元和黄金的比重。随后4号，普京在论坛会议上表示，莫斯科政府没有意将去美元化当作是对美国的打压的政治工具，但是储备货币更需要多元化。纵观国际，各国都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争取一些契机。俄罗斯面对美国的横行霸权，考虑去美元化，跟俄罗斯紧密合作的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面对这样一个机会，想必肯定不会放弃吧。中俄合作关系紧密，并且与伊朗签订长达25年之久，包括经济的全面合作协议。在世界上，与东欧、欧盟、日本和美国有巨大的贸易往来，所以俄罗斯这一做法其实也是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中国作为世界上的贸易大国，具有庞大的市场，而且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市场潜力也是非常大的。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近年来也是不断的增长，所以面对这样的局势，人民币也有可能走向国际市场，成为国际货币。美国不断推行美国最大的思想，这导致了更多的国家对美国有了新的看法。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主导的时代已经渐渐凋零。有了普京去美元化这一想法，其他被美国压迫的国家必定也会对去美元化的态度有一些想法，这也是人民币有可能走上国际舞台的新机会。